好，各位，我是 Tim。如果你看过我们公司直播的话，这里应该是个非常熟悉的场地。那这2年我们的直播业务增长还是很快的，成为了我们公司第3大的营收支柱，而且会进一步增长。但是现在我们就遇到了一个很明显的问题，就是你看我们在我们公司主厅里面直播，经常会打扰到我们公司的同事。你把镜头往上甩一下，就看见上面全是树枝上挂的麻雀。然后还有一点，就是因为这个主厅被占据了，我们公司之前打台球还有各种好玩的东西，全部都得被移掉，只为了我们这个直播来服务。所以经常是拆了造，造了再拆，是一个很繁琐的过程。那我们就在想，现在既然我们公司有了一些积蓄，然后隔壁还有空的场地，我们能不能再租一个更大的地方来专门做直播？所以今天带你来看看我们公司的1号棚，我们的直播中心。那这一次我们和支付宝联合做了一下他们碰一下的解决方案，我觉得还是挺有意思的。所以我们一起来看看我们全新的场地。欢迎来到我们的直播中心，这里就是我们花了不少的时间来建的。然后我们这里有一个挺有意思的一个解决方案，就是我们公司之前发现我们的那个人脸识别系统是可以通过放我的视频进去的，你记不记得？我记得，就是拿张你的照片就刷进去了。现在我们换了一个叫做 HID 的解决方案，它用的是什么方案？就是 NFC， 它就只要这样。What the？ 再试一次，我试试。为什么他有权限啊？不是开门这种事情，你这么大的老板怎么能亲自让你干？哦，是哦，你给我开个门，我进去看看。机房，哎呦，这里就是我们一个机房，有点乱，各位先别看了。就只要你有这个手机，或者手表，你有这个进场通讯功能，你只要这样，好像自动就绿灯了。所以就是你手机掉了就可以刷进来了。但是仔细想好像也没什么问题，因为你想这个进场通讯功能，它哪怕要输密码，那你现场都已经和这个人在接触，拿到他手机了，你扛几拳能够不说出你的密码？你把你的密码告诉我，你告不告诉我的密码？把你手机给我，密码是什么？密码我都告诉你，你都告诉我，还没你，我带你去见老板，我带你跟他合影，我带你来入职，我把公司账上钱全给你，对吧？所以你看，其实是不是密码对于这种门禁系统真的没有太大作用，只要有一个进场通讯的方案，你就可以进去。我们1号棚直播中心的面积330平米，有多个景片的直播景、摄影棚、导播中心，还有机房，可以说是一应俱全。但这里不仅是为直播服务，还是我们产品开发部的大本营，所以不仅仅有摄影棚，我们还有个专门的服装设计间。飘逸和他的团队会在这里进行服装的打版开发，还有测试。就比如这是我们公司参与我们设计的 ID 设计师，然后也会参与一些服装，他是可以把缝纫机裁得很直的。对，但是我相信一定是做不到的，是吧？我们来看一看，我们谁有这个天赋，以后可以去别的地方大放异彩，是吧？你来放下异彩，我看看。是个手工缝制，你开玩笑？好，我发现这个东西给李思维做一个帽子是很合适的。哇，魔人布偶，魔人布偶。这是干嘛的？这个就是一个机器，它有什么特点呢？这台机器我们买了它最大的特点，你看，160周年纪念款，限定的。哎，你看这个是德国百福的机器，它能干嘛？它可以绣花。你还买了2台？对，一台是纪念版，一台不是纪念版。是的，对，必须要研究一下纪念版跟不纪念版有什么区别。然后经过我们的研究呢，发现应该就是颜色的区别。哦，哎，就现在这些东西我真的不懂，这个东西是高明的，他们买的对吗？家人们，我不懂。在直播中心，这个直播景自然是重中之重。这里的挑高还挺高的，大概有6米多。灯光的显色指数也是我们比较关心的一点，因为你会发现很多直播间的人的肤色会偏绿，这和灯光的显色，这个叫做 CRI 或者 TLCI 这2个指数有比较大的关系。如果你要买直播的灯光，我们会推荐90以上的 CRI 或者 TLCI 的灯光。那我们还在这个空间里面设计了卫衣 logo 墙、背包设计手稿，还有连续的产品展示区，并且它们是连续几个大角度的背板，这方便我们进行场景的无缝切换，还有商品的展示。这里是我们真正直播的地方，也就是我们开始创收的这个点位。我们公司一直需要一个能够来 carry 直播场的人，所以戴戴就加入我们的公司。他本身也做过直播行业里面的导演，然后本身也是一个曾经职业做过的模特啊。你可以来展示一下吗，戴戴？就比如说这个是我们现在在研究的一个方案。你呢随便拿几件衣服给戴戴，他应该能够直接讲出来。比如这个。好，首先的话是我们的一支日常的领带，它是 daily 系列的。
啊，这是我们的一件半高领长袖，这里是有单独的裁片，包括它的袖子啊，都会做一些异形的处理。我发现它跟那个博物馆的那个点一下就会讲的那个东西。我是一个无情的自动讲解机器。但你还做不到呢，李思维，你上来试试，来，有这种感觉是不是很？哎，这件衣服啊，它是我们的叫云柔石卫衣，它这个颜色很漂亮。这个是什么呀？这个是一块板砖，这可以敲人，是不是？支付宝碰一下，支付宝。这个东西你知道好在哪里吗？正常我们付钱，哎，你扫我，哦，原来是你要扫我啊，不是我扫你啊，哎，重新他再弄折腾来折腾去。但是有了这个东西，哦，我情不自禁的就掏出手机来，的解锁，不解锁是扫不了的哦，你得解锁，然后，哎，就立刻就有了，太丝滑了，非常的方便啊。镜头前的主播还有场景，我相信你都很熟悉了。但我不知道你会不会好奇镜头的另外一侧，从主播的视角看过去，这个直播间是什么样的？那首先你会看到2台摄影机，一台我们目前是搭载了24-105的镜头，用来拍全景；另一台则是一个70到200的焦段，用来抓产品的近景还有特写。那摄影机后方有3块电视大屏，主播可以通过中间的大屏自然的看到画面中的自己。那在电视上方，我们通常会叠加一个安全区，因为我们发现目前的大多数直播平台，哪怕你传上去一个正确的流，它也会对你进行裁切、缩放，再叠加一大堆东西。所以为了方便播出之后我们对应的展示不被遮住，我们设置了这些安全区，会有些作用。左侧电视我们会放直播间的观众评论，右侧则是直播脚本，会有我们的导演带上对应的3方通话来对所有人进行调控。如果要和主播对话的话，就在脚本上实时编辑，就可以方便主播和观众进行互动，并且传递活动的关键信息。那不管是摄影机还是电视，我们目前都采用了 SDI 线来传输信号。过去我们的确用的就是这种常规的 HDMI， 但是发现它长距离不是特别可靠，因为 SDI 接口是主动锁紧的，连接比较稳固，相对 HDMI 在长时间直播过程之中有着不可替代的优势。而且不仅仅是画面，主播因为需要时刻向观众传递信息，所以我一直认为直播的声音比画面要重要2到3倍，甚至更多。这里我们想讲一个比较特殊的一个小的解决方案，但还挺有意思的，就是我们之前直播的时候，我们的运营会非常紧张，因为多个人在画面里面，然后一走出去开始和别人聊天的时候，有时候麦克风没有关，会漏到直播里面。但目前的话，我们的这个技术部门做了这么一个解决方案，我们不再用支付宝这个碰一下来做一个付钱的方式，但是你看，只要这样碰上，然后我们点打开，它会进入到一个绑定界面。确认是我们的对应的这个主播之后，然后把麦克风绑到我们每个人身上，我放在兜里面，戴也可以绑上以后，然后你就可以现在开始直播，你可以开始讲话。好，那么现在的话，我身上穿的是一件我们黑色的。然后假如正常我现在还在边上说话，我要走出去，这种时候会干扰到他们直播。但是我们这边你会看到有一个叫做 UWB 的基站，你看这边它在亮灯，就在检测我在不在这个范围之内。一旦我走出这里，你直接当，或者说你直接当一个内搭穿，套一个外套都是很好看的。那么卡其色的话，我们都来。哎，你看现在我的声音又立刻又回来了，反正我觉得是一个还挺不错的，能够彻底杜绝掉多人麦克风不协同或者说难以闭麦的这个状况。谢谢你带来。但是你会看到还有一点可以 cue 一下的，就是我们之前卖衣服发现很难受的一点是，这个麦克风是不适合原来卖衣服的。是的，因为你总是要穿脱，你每次都要再拿掉，再把它安上，会很麻烦。然后我们现在就采用了这么一个耳挂式的麦克风，这反正是我们目前的一些行业经验吧。就我觉得主播可能还是这个麦克风声音听起来会更厚一点。反正我觉得这个麦克风现在听起来是直播的时候更适合一点的。没错。对。这是我们公司的无影墙，是飘逸最喜欢的地方，因为我们要拍大量的产品图。李思维，你来摆2个 pose， 你电商你也拍过的。电商我其实拍过的，但从来没用过，我后来就不想拍了。哦，很帅，哎，很帅。好，你要和他快门速度同步的，李思维，你太慢了。看过那种专业拍那种模特车那种？是的，就是这样的，是的，就是这样的。是这样的，你来，我肯定比你好。那你来，我们每个人拍10张。好，你来10张，来，你先来10张。你有没有想过这个坡可以直接人跑上去？你会怎么样？你的预期是什么样？我的预期就是我的人垂直在这个墙壁上，用离心力垂直在这个墙壁上，就跟苏7 Ultra 一样。好的，我对李思维的这个自信还是非常非常佩服的。我一直觉得他最吸引我的点就是他的自信。吸引到你了，那我等会儿会更吸引你，你看好了。
这不是节目效果，是真的学子秀。老子刚做好的福音箱。那逛了这么久，不知道你有没有注意到，我们有这么大的空间留给电商的直播区，但是却没有看到导播的身影。这就要聊到我们直播中心的超级大脑，位于2楼的导播区。这里你会看到，其实就是我们有整一个的这个导播方案。正常导播的话，你就坐在这边，对吧？一般是导演坐在这边，导播坐在这边，然后这边是有那个字幕、包装，还有放相。然后这里的话，对应你可以看到，我们这边桌面上是没有任何那些复杂的大型设备啊、大型机架，这是因为这个房间只是一个控制室，我们真正的运算是发生在楼下远程的机房那边。对，就在1楼的机房，通过 IP 控制等等，然后去控制楼下的那些设备。那不仅如此，导播也可以通过 IP 协议来远程控制这些摄影机的云台摇移、推拉构图。那传统的视频信号都是通过 SDI 线或者 HDMI 线，刚才讲这些线来传输，一根线传输一份信号。如果你是一场直播的话，动辄需要几十上百根信号线，还有矩阵这样的专用设备来控制信号，太复杂了。那在 IP 化之后，音视频现在都可以变成一个标准的网络协议。什么意思？你就是拿一根家用的网线把它插上，它就能传输所有的信号了。一条光纤就足以承载一场普通直播中全部的信号。所以现在如果你去看一些专业的直播，你会往往发现他们用的就是网线或者光纤。IP 控制有什么好处？就是可以异地制作，假设我设备在北京，我的面板在杭州，我也能控制北京等等。对，就是 IP 化的话，其实我们之前也做过，比如说在海外直播，在各个地方直播，这样的话你就可以跨越城市之间，交给不同的人来做不同的事情。比如我们声音可以在北京来做混音，然后整体的直播发生在我们之前在新加坡那些地方。这是我们的直播音控，和我们公司的音效师和录音师还不是同一组。然后这里我们用的是Dante的方案，对吧？对的。Dante的方案高明在哪儿Dante方案它其实可以完全使用网络来传输无损的音频，那所有的音频传输只需要一根网线就可以完成最高1000多通道的音频的传输，而且是完全没有音质损失。我们目前离电视台还差得很远，只实现了音频的全 IP 化，视频的部分 IP 化。那之所以没有转向 IP 的原因，就是成本太高了。广播设备价格高昂，比如直播中的导播必备的划分系统，它可以让导播在一块屏幕里面看到来自多个信号的画面。基础功能的划分，切换台常常自带，但是画面布局都是固定的。如果你要看竖屏，就只能把屏幕给立起来。但是我们经常切换横竖屏的直播，还会有横屏、竖屏信号的混合输入，这需求就会变得非常的复杂。就是这个方案，其实假如要采购是超级昂贵，就是100万、100万级，对吧？对，这个整个划分解决方案。然后 Gary 他们用了一个比较聪明的一个软件的一个方案。你知道影视行业的东西其实已经很贵了，但是你要知道广播行业的东西，那是影视行业的几倍的价格。就是摄影穷3代，然后电影的话直接是家产爆完，但是广播就是你家里所有东西拿出来就播不到，因为广播东西真的太贵了。所以我们就在想怎么样能够通过一些轻松的方案来把我们的目的给实现。比如这是一个游戏里面的那个 Stream Deck 那个方案，其实是一个游戏行业的一个东西，但是被用到这里来了，用来做一个直播的切换，其实也还挺好用的，可以快速切换。然后这个方案你可以讲一下，还挺有意思的。它现在不是支付的功能，这个东西就是我们控制门口的 on air 的这个灯光，就控制它亮起，告诉其他同事就是在里面正在直播，就是可能进出门要小心等等。然后包括这里也是做了一个健全的一个功能，比如像它不是说你碰了它灯就会亮，只有就是你碰了才会亮。对，只有我碰了。好，我现在碰一下，手机解锁了，碰一下，好，有个动画，包括门口的灯也会同步的亮起。就反正没有这么安播，做不了那些大型活动现场的这种重保型直播，但是我们可以确保，比如说99.8%、99.9%的时间它是正常的，这是我们的目标。虽然大家只有需要直播、工作生产的时候才会到直播中心这边，但其实我们还是设计了一个小小的休息区域，给大家补一补能量。在2楼这边，我们会有个小的水吧台，因为这边难免还是会有一些人来工作，然后我们的行政呢，每天会来这边补一些零食给大家进补。但是我们公司一直有个规则，以前是确实全免费的，但是后面发现很多人会很浪费，拿很多，公司人一多以后就彻底乱套了。所以现在我们就是基本上是半价或者补更多的钱，只是一个支付的行为，然后来给大家做一些补贴，可以控制一下这种过度浪费的这个状态。然后以前我们这边是放一个码让大家来扫，但这个很麻烦，我们在 room tour 的时候很容易被人扫到，然后来给我们付钱，就莫名其妙，导致我们财务的账始终算不平。但现在的话就方便很多，这个碰一下的方案，简单来说就是解锁、碰一下、点一下，
这样就立刻把钱给付出去了。然后安卓甚至会更方便，只要解锁，然后碰一下就可以完成支付，会更厉害一点。所以以上就是我们全新的直播中心，还有直播方案。说真的，我们也是在不断的学习过程之中。我们想要尝试的不是上这些最专业的设备，我们也买不起。但是我们希望用比较低的成本来满足我们这种特殊的需求。那希望这些分享能对你有一些启发。如果你做类似工作的话，那这些碰一下的点也真的不是做样子。我们在主楼也布置了很多改造点，在公共点击区 DIT 卡柜的二维码换成碰一下之后，都变得和谐很多，轻轻一碰就能快速操作。我们在睡眠间也设置了交互点，通过碰一下来占用床铺，门外就可以很直观的了解到在里面的情况。这里就是我们最后一个站点，就是我们公司的博物馆。然后我们做了一个小的方案，就是不把它当成一个确权或者一个方案，但就是用来给你介绍一个电子导游，就只要这样碰一下。然后你看啊，家人，如果现在你看到这个视频，那说明我不在公司，我在出差。那现在就我来跟你介绍一下我们这边这个地方吧。这里是我们公司的博物馆，你可以看一看，收集了各种各样有意思的影视行业的有趣的设备。就是我不在的话，就可以用这个方案来。理论上，我们希望将来能够各个点位上都有一些对应的这个触碰的点，因为它相比码的话，交互方式会简易很多，然后有很多触发的方案，比如说我们的无人机碰一下可以 biu 直接起飞，我们楼顶那个机场可以展开，逻辑上可以碰一下，让我们员工来获得一个公车的驾驶权限，或者说再有别的什么碰一下能够快速解锁任何东西，我觉得这是一个更加有意思的一个交互方式。如果你有什么别的生活上或者工作上可以碰一下的方案，也欢迎打在弹幕或者评论区来告诉我们，我们之后可以在公司里面尝试来改进一下。那如果你觉得这个视频有意思的话，也请务必给我们点赞、分享、转发，对我们非常的帮助。那么我们下次再见。